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为什么总是慢熟的原因。INFJ 慢熟的传奇。在 MBTI 的16种性格类型中， INFJ 总是被冠上许多高深莫测的标签，像是神秘、稀有和预知未来。然而，这些华丽的头衔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遍真相： INFJ 的慢熟程度堪比一杯需要长时间慢泡的普洱茶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性格类型慢熟的面纱，看看这究竟是个性特质的自然展现，还是宇宙给他们安排的性格慢放片。INFJ 的核心功能：内向直觉 N 与内向情感 F 的阴谋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 INFJ 的主功能：内向直觉 N。这个功能让 INFJ 就像宇宙的解码器，他们的脑袋里似乎随时在处理人生大命题，例如这个人是否真心？10年后，我的选择会让地球更美好吗？或为什么便利商店的关东煮总是汤汁多得夸张？这种过于深层的思考方式，让他们很难迅速融入人群。当其他性格类型热烈分享各自的兴趣时， INFJ 脑子里的想法可能是：这样的互动有意义吗？我应该表现出我真正的感觉吗？还是保持距离观察他们的动机？而内向情感 F 则像是他们心里的情感保险箱，每个 INFJ 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锁的情感密码。他们对关系的投入不是一股脑的，而是像雕刻艺术品般小心翼翼，慢慢塑造出信任和情感的基石。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，他们不轻易上钩，因为他们要先搞清楚这一切值不值得。INFJ 的社交心理学测试你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交心。说到慢熟，就不得不提 INFJ 的社交小剧场。与其说他们在认识新朋友，不如说他们在筛选值得投入的关系。这种筛选机制通常表现为以下3部曲。观察阶段， INFJ 在初次见面时通常是沉默的观察者，他们的内心台词可能是这人讲话有点假，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，或这个人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是不是企图心很重。小测试阶段，一旦他们觉得有点可信，便会丢出一些隐藏测试，例如你对正义的看法是什么，或者你相信人性本善吗？这些问题通常让人措手不及。深度连结阶段，如果你通过了他们的测试，那么恭喜，你将进入 INFJ 的内心核心圈子，但这条路漫长且不易，毕竟他们要确认你能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灵魂深度。换句话说， INFJ 是典型的宁缺毋滥型人格，他们宁愿花时间观察，也不愿冒着被情感伤害的风险，随便把自己交给别人。慢熟的深层原因， INFJ 的内外矛盾。 INFJ 的内心就像一部爱情文艺片与心理惊悚片的混合，他们渴望深层次的连结，但又害怕这种连结可能会带来的风险。他们想要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，却又担心被误解。这种矛盾让他们总是慢半拍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一群朋友在咖啡厅聚会，聊天的话题从哪家拉面最好吃聊到宇宙中可能存在外星人。当其他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时， INFJ 的内心可能在想，这个对话有没有可能转向更深层次的哲学讨论？但他们不一定会说出口，因为他们担心，万一我说了，他们觉得我太怪，怎么办？这种内外矛盾使得 INFJ 常常选择观察而不是参与。在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之前，他们宁愿当安静的观众，而不是活跃的演员。INFJ 的慢熟 vs 他人的误解。对于不熟悉 MBTI 的人来说， INFJ 的慢熟往往被误解为冷淡、高傲，甚至难搞。但事实上，他们的慢熟更像是一种情感自我保护机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敏感了。 INFJ 的情感天线非常灵敏，他们不仅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还能捕捉到别人的微妙情感，像是你刚刚那个笑容是不是有点不自在？或你说这句话时，背后是不是有其他意思？这种超感知能力虽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其实非常累人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筛选自己愿意投入的对象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打开了自己的情感闸门，就很难收回来。那么 INFJ 何时才会熟？而这个熟的过程
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一、你是真心的。INFJ 最讨厌虚伪或表面的关系，如果他们感觉到你的真诚，他们才会慢慢卸下心防。二、你尊重他们的节奏。INFJ 快速敞开心扉，效果通常适得其反，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和评估。三、你能接受他们的深度。如果你能跟上他们的哲学深度，那么恭喜，你们的关系会进入快速发展模式。总结来说，慢熟的艺术来自 INFJ 的灵魂深度。INFJ 的慢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与人交往，而是因为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的深度与真诚。他们的内心世界广阔而精致，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打开这扇门。所以，下次当你遇到一个慢熟的 INFJ， 不妨放慢脚步，欣赏他们的细腻与深度。毕竟，世界上最好的茶都需要时间来品味，不是吗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对 INFJ 的慢熟有更深的理解，也为这群灵魂深邃的人间哲学家多了一份尊重和包容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